習近平死後，中共內部會發生什麼？你可能會想，習近平現在身體看着好好的，權力大得很，現在討論他死了以後，是不是太早了點？我跟你說，一點都不早。習近平1953年6月生，到今年2026年5月，已經是個72歲的老人了，掌權大約14年。2012年11月，他一手抓總書記，一手抓軍委主席，黨軍一把抓到今天。是人都會老，歲月是一把殺豬刀，刀刀催人老，誰也逃不過時間的清算。這是這世上唯一一件最公平的事。毛澤東躲過了嗎？沒有。斯大林躲過了嗎？沒有。權力再大，到了那一天一樣得撒手。而更要命的是，到了這個歲數，一個正常的領導人早該把後事安排好了，誰接班怎麼教排得清清楚楚。習近平呢，什麼都沒排，所以這件事不是會不會發生，是哪一天發生，而等那一天真來了，就什么都來不及了。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一件事，習近平死後，中共內部會爆發一場什麼樣的內鬥？聽到這個題目，可能有人會擺擺手，老的死了，新的上來，一切照舊，能有什麼大不了？可是這一次真的不一樣，因為習近平死的那一天，中南海裡頭要出天大的事，而最害怕的不是14億老百姓，老百姓該上班上班，該吃飯吃飯，最害怕的是中南海裡頭那一小撮人。這一小撮人主要分2群人，第一群是這10多年被習近平一手提拔上來的人，蔡奇、王小紅、王毅，這些名字你聽過最好，沒聽過也不要緊，你只要記住一件事，他們今天坐在那個位置上，全靠習近平點頭。習近平要是不在了，沒人再罩着他們。但這不是最可怕的地方，真正的可怕之處是這10多年，他們替習近平辦了不少得罪人的事，抓人、撤職、打壓敵對派系、清算對手。得罪的不是普通人，得罪的是另外那一群被習近平壓了10多年的人，這就是第2群人。這10多年被打下去的，被關進去的，被趕回家的，被邊緣化的，他們沒死，他們只是在等什麼？等習近平死的那一天。所以那一天到來的時候，中南海裡頭會發生什麼？第一群人要拼命保住自己的位置，因為位置保不住，可能連命都保不住。第2群人要把這10多年欠他們的一筆一筆算回來。2群人面對面，中南海裡頭會打架，不是吵架，是真打。打贏的那群人，接下來這個國家就是他們說了算。打輸的，你看看薄熙來，當年紅得發紫的重慶市委書記，2012年跟習近平爭最高位置，輸了關鍵的一場，現在還在監獄裡關着，無期。那問題來了，這場架到底怎麼打？第一群人誰會先倒，誰能撐到最後？第2群人藏在哪兒？他們手裡還有什麼牌？更要緊的是，這場架你以為還沒開始，你跟着我往下看，你會發現他已經在打了。這句話我等一下會一件一件證明給你看，但在那之前，你得先跟我想通一件最基本的事。憑什麼我敢說是打架，不是交接班？習近平死了，換個人上來，為什麼不能像正常國家那樣平平穩穩？正常國家領導人老了怎麼辦？會有一個安排，會有一個接班人，會有一個交接的時間表，到點了，老的退，新的上，平平穩穩。那習近平這邊呢？我跟你說，這套東西全沒了。2018年憲法裡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2屆這句話被刪掉了。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本來就沒寫死任期，但國家主席這道2屆的坎一拆，最後一點象徵性的剎車也沒了。而這2屆的規矩，當年是鄧小平那一代為了防止終身制立下的。防的是什麼？防的就是再出一個毛澤東。而習近平等於跟全世界說一句話，我不走了。但比不走更要命的是另一件事，這10幾年，凡是看起來像接班人的，一個一個全被他清掉了。孫政才當年公認的下一代接班人，重慶市委書記，50出頭，前途無量，2017年突然落馬，第2年無期。所謂落馬，意思就是一個官員從權力位置上摔下來了，以前有權有勢，現在被查了，倒台了，政治前途基本結束了。胡春華也是當年的熱門，結果被踢出政治局，扔去政協坐冷板凳。2個最像接班人的人，一個進去了，一個靠邊了。講到這兒，你可能會說，等一下，台面上沒有接班人那是沒錯，但習近平心裡難道沒有一個人選嗎？
說不定他早就想好了，只是沒說出來。真到那一天，他臨走前一句話把名字點出來，不就行了嗎？我跟你說，沒用。為什麼沒用？因為權力這個東西不是一句話，不是你臨死前往誰頭上一指，權力就跟着過去了。權力是養出來的，一個真正的接班人要怎麼養？要給他實位，讓他幹上幾年，要讓他站到台前，讓全國都認得這張臉，要讓那些手握實權的人慢慢習慣聽他的，要讓軍隊知道他是下一個。這些事沒有3-5年養不出來。你看胡錦濤90年代初就被放進接班梯隊，1998年當國家副主席，1999年進軍委副主席，2002年才正式接班，前後後鋪了很多年，大家才慢慢認識。你再看習近平自己，2007年進常委，2008年當國家副主席，2010年當軍委副主席，整整5年站在前排，一步一步讓所有人看熟了，站好队了。2012年才正式接班，等他上去那天，該認的人早就認了。可習近平這10幾年給誰養過？一個都沒有。所以就算他臨走前真的點了一個名字，那個名字對其他人來說是個陌生人，沒帶過他們，沒在台前出過面，沒立過功，沒有自己的班底，沒有自己的軍隊，就這麼一個人，靠習近平臨死一句話憑空冒出來。你讓蔡奇服，讓那些被壓了10幾年的老人服，讓手握兵權的戰區司令服，他們心裡只有一句話：憑什麼？憑什麼我要聽你的？所以你看明白了，習近平死前點名不但解決不了問題，那個名字反而會變成大家頭一個要搶、要爭、要撕的東西。到今天，習近平72歲，幹了大約14年，身邊沒有一個養熟的接班人，沒有一個排好隊的2號人物，沒有一個能讓各方都服氣的名字。那你想想，這樣一個人哪天真的不在了，正常國家換個名字，接班人頂上，中國這邊只有一個權力的大窟窿，外加一群這10幾年結了死仇的人。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一死不是交接班，是搶。大家記得賬一夜到期，可台上沒有一個收得了賬的人，一個沒養接班人的強人突然死了，身邊那群人會落得什麼下場？這種事歷史上一遍一遍發生過。我先講2個，一個在蘇聯，就是當年跟美國並稱全世界2個最強國家之一的那個超級大國。1991年一夜之間散架成了15個國家，俄羅斯只是其中最大的那個，不再擁有蘇聯時期那套龐大的聯盟版圖。另一個就在中國。講完這2個，你再回頭看習近平身邊那群人，會看得清清楚楚。先說蘇聯，1953年3月5日，斯大林死了。斯大林是誰？你應該知道，蘇聯最有權的人，統治了蘇聯將近30年，殺人多得數不清。斯大林身邊有個最得力的人，叫貝利亞。貝利亞是幹什麼的？他管蘇聯的特務系統，整個國家的秘密警察，他一個人說了算，抓誰、關誰、槍斃誰，貝利亞一句話。斯大林活着的時候，貝利亞是蘇聯最讓人害怕的人，走到哪兒，所有官員見了他都打哆嗦。為什麼害怕？因為他手裡有所有人的把柄。你升過官，你貪過錢，你說過哪句不該說的話，貝利亞都知道。那貝利亞自己怕不怕？斯大林活着的時候，他不怕，因為他是斯大林的人。但是斯大林死了，斯大林死了之後，貝利亞撐了多久？不到4個月。1953年6月26日，蘇聯最高層開了一個會，貝利亞像往常一樣走進會議室，他不知道會議室隔壁藏着一隊帶槍的軍官。會剛開始，幾個人站起來，當場把貝利亞抓了。整個蘇聯最讓人害怕的男人，那天被幾個昨天還得聽他號令的人直接押走。半年之後槍斃。抓貝利亞的是誰？是赫魯曉夫、馬林科夫、莫洛托夫，斯大林幾十年的老戰友、老搭檔。斯大林活着的時候，這幾個人圍着貝利亞陪笑、敬酒、點頭。斯大林一死，這幾個人第一個動手幹掉的就是貝利亞。為什麼？很簡單，貝利亞是斯大林的刀，斯大林死了，這把刀放在那兒，對所有人都是威脅。不收掉這把刀，誰都睡不着覺。蘇聯這一幕，你可能覺得離自己遠，中國自己也發生過一次。毛澤東1976年9月9日，毛澤東死了。毛澤東身邊也有一群人，最出名的是4個人，毛的老婆江青，加上張春橋、王洪文、姚文元，這4個人叫4人幫。毛活着的時候，這4個人橫着走，
文化大革命那10年，他們替毛幹了不少事，抓人、整人、關人、批鬥，得罪的人滿中國都是。那毛死之後，四人幫撐了多久？不到1個月。10月6日晚上，王洪文、張春橋、姚文元被一個個叫到中南海懷仁堂，進門就被控制。江青在自己住處被抓，不流一滴血，不開一槍。毛身邊最核心的這4個人，一夜之間就沒了。蘇聯斯大林死了，他的人幾個月內被清算；中國毛澤東死了，他的人幾個禮拜內被清算。為什麼這麼快？因為獨裁者的親信有一個特點，他們的權力完全來自獨裁者一個人。獨裁者活着，他們什麼都是；獨裁者一死，他們什麼都不是。而他們這些年得罪的人早就等級了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習近平死了那一天，中南海裡頭要打架，不是我猜的，是歷史上一遍一遍發生過的事。那問題來了，習近平身邊現在有哪些貝利亞，哪些四人幫？接下來我把這幾個人帶大家一個一個看清楚。這些人裡頭，我不會講李強。李強現在是總理，總理這個位置跟其他常委不太一樣，總理管的是經濟，是政府，不完全是黨的事。真到了那一天，總理大概率不會第一個被清算，反而可能要留下來繼續管事，穩局面。李強怎麼樣？我後面專門講。先說第一個，王毅外交部長。去年到今年，你在電視上看到中國對外講話最凶的那個人，基本上就是他，罵美國，罵日本，罵菲律賓。只要鏡頭一架起來，王毅基本就站出來，把話講到最狠。這10幾年，他替習近平當全世界的臉，也替習近平當全世界的嘴。那他現在過得怎麼樣？說之前，你得先搞懂一件事，這幫人誰大誰小。中共最有權的是7個人，叫政治局常委。這7個人就是這個國家真正說了算的。常委往外再擴一圈，20幾個人叫政治局委員，矮一級。記住這個大小，下面這一幕你才看得懂。蔡奇是常委，王毅是委員，蔡奇比王毅高一頭。2個禮拜前，5月14日，川普到北京訪問，人民大會堂門口迎賓儀式，儀仗隊、軍樂團、紅地毯全部擺好了。鏡頭裡，中方官員排成一排，站台階下，排第一個的是蔡奇，排第二個的是王毅。正常情況，這種場面所有人都得安安靜靜站好，等領導講話。但誰也沒想到，視頻的鏡頭裡，蔡奇臉色一沉，明顯在提醒王毅。這段視頻在網上傳瘋了，外界怎麼解讀的？說蔡奇當眾敲打王毅，是不是訓斥？沒人能100%坐實。但你看那個畫面，一個排第一的常委在外賓迎賓儀式上，當着川普的面給一個排第二的政治局委員甩臉子。就算只是提醒中共這麼講面子的地方，這種場面建國以來你見過幾次？公開給臉色往往只在一種情況下發生，上頭那個已經不太把下頭那個當回事了。王毅72歲，馬上73，在外交系統幹了40多年，那一刻在川普全程的視野裡他很不好看，這就是王毅現在的處境。第二個，何立峰，國務院副總理，管經濟的，而這幾年站到經濟最前台的就是他。中美經貿談判，何立峰；房地產救市，何立峰；產業政策，芯片突圍越來越多，都壓到他身上。但你知道現在的中國經濟是什麼樣子？房地產爛尾，地方財政空了，民營企業不投錢，年輕人找不到工作，這些事習近平當然沒錯，錯的是底下辦事的人。那底下辦事的人是誰？就是何立峰。真到那一天，經濟爛賬總要有人背，第一個背鍋的大概率就是他。第三個，李希，這個名字你可能比較陌生，但他的位置也是7個政治局常委之一。他幹的活叫紀委，中央紀委書記。什麼叫紀委？就是抓共產黨自己人的那個部門。習近平這10幾年反腐反了幾百萬人，前10年握刀的是王岐山、趙樂際，這2年刀交到了李希手裡，從老虎到蒼蠅，現在牽制的是他。聽起來很風光，是不是？但你想想，李希這些年親手送進去的官員有多少？這些人背後又有多少親戚朋友？李希是習近平手裡那把刀，刀殺過的人，沒死透的都記着，死透的家裡人也記着。習近平活着，這把刀握在手裡，沒人敢動。習近平不在了，這把刀就是頭一個要被人收走的。第4個，丁薛祥，政治局常委，國務院常務副總理。副總理
裡頭最大的那個，排在總理李強後面，聽起來分量很重。但丁薛祥這個人，你查一下他怎麼上去的。他是習近平的秘書。2007年，習近平去上海當市委書記，丁薛祥當他的秘書長。從那個時候起，他就跟着習近平，習上北京，他跟着上北京。習當主席，他從中辦主任一路升到政治局常委。但你要問他自己有什麼班底？沒有，他沒在地方主政過，沒有自己的派系，沒有軍中關係，他全部的資源就一個習近平的信任。習近平活着，他是第6號人物；習近平不在了，他什麼班底都沒有，什麼人都不認識，風一吹就倒了。第5個，這一個分量最重，蔡奇這個名字你一定要記住。中共有7個政治局常委，蔡奇排第幾？排第5，聽起來不上不下。但是英國經濟學人以前發過一篇文章，專門寫蔡奇，意思很直白，蔡奇正式排名第5，可實際權力已經像是2號人物。而一旦習近平突然出事，又沒指定接班人，他就是最可能被拿出來討論的那個人選。為什麼是蔡奇？我給你看看他手上管多少東西。中央办公廳主任管習近平身邊的所有事，日程、文件、安保全部在他手上。中央書記處第1書記管全黨每天的運轉，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管國家安全，還兼着管全國宣傳，管習近平身邊的中央警衛局。簡單說，所有要見習近平的人要先過蔡奇這一關，所有送到習近平桌上的文件都是蔡奇篩過的。習近平每天看什麼、見什麼人、說什麼話，蔡奇全部清楚。這種位置在中共歷史上上一次出現是什麼時候？毛澤東時代，毛澤東身邊有個人叫汪東興，汪東興也是中辦主任，也管毛的安保。毛活着的時候，汪東興權傾天下。那毛死了之後呢？汪東興是抓四人幫的主要人物之一，立了大功。那他後來怎麼樣？4年之後，鄧小平上來，汪東興全部職務被拿掉，回家養老。這就是中辦主任這個位置的宿命。蔡奇今天權力比汪東興大得多，那將來他面對的清算也會比汪東興重得多。最後一個，這一個情況最特殊，王小洪，公安部長，他跟前面那5個不一樣，不一樣在哪兒？前面5個人還在風光地坐在位置上，王小洪他已經在出事了。王小洪是誰？王小洪是福建公安系統出身，習近平在福建17年，兩人早年就有交集，外界一直把他看成習近平在公安系統裡最信任的舊部之一。習近平上台之後，王小洪一路狂飆，最後做到公安部長，管全國14億人的公安系統。聽起來他是習近平最鐵的兄弟，對吧？但是今年3月18號，王小洪從越南出差回來之後就消失了，不出席任何公開活動，不見任何外賓，不發任何講話，整整28天。一個公安部長憑空消失28天，外界傳得滿天飛。有人說他得了喉嚨癌，有人說他被帶走調查，有人說他要被免職，接他位置的已經定好了，是湖南省委書記沈曉明。這些是傳聞，不能當真。但有一件事是真的，4月15號，王小洪重新露面。就在他重新露面的同一天，中央巡视組进駐了公安部。什麼叫巡視組進駐？簡單說，中紀委的人搬到你單位上班來了，來幹嘛？查你，查你的人，查你的錢，查你過去辦過的所有案子。誰帶的隊？施克輝。施克輝是誰？王岐山的老部下。王岐山是誰？你應該知道，中共上一任反腐沙皇，2018年退下來，跟習近平這2年關係微妙。你品品這個意思，王岐山的老部下進了習近平鐵哥們的部門，當場作證查賬，這是什麼意思？中央巡視組進了公安部，你不能說王小洪本人已經被查，但公安部這把刀已經被人盯上了。這件事重要到什麼程度？王小洪長的公安部就是習近平的刀，蘇聯的貝利亞管秘密警察的，中國的王小洪管公安部的，位置一模一樣。貝利亞怎麼倒的？前面講過了。而王小洪他不用等習近平死，習近平還活着，他已經開始出事了。這就是6個人：王毅、何立峰、李希、丁薛祥、蔡奇、王小洪。習近平活着的時候，他們叱咤風雲；習近平不在了的時候，他們第一個被算賬。但是我剛才講完王小洪那段，你應該已經意識到一件事：有些事不是等習近平死了以後才發生，有些事
已經在發生了。習近平身邊最鐵的那個公安部長，他的地盤已經被人伸手摸上來了。講完6個馬仔，你可能會想，這些人靠習近平，被習近平提上來，習近平不在了，他們倒了，合理。但是軍隊呢？只要軍隊還在習近平手裡，那群被壓了10多年的人，就算想動手也動不了。軍隊才是習近平真正的護盾，是不是這樣？我跟你說，不是這樣。習近平今天的軍權已經是空的了。為什麼這麼說？我給你看一組數字。中共最高軍事機構叫中央軍事委員會，簡稱軍委。軍委說了算的人是軍委主席。軍委主席就是黨的總書記，也就是習近平。軍委主席底下有副主席，有委員。20大那届軍委滿编是7個人，1個主席習近平，2個副主席張又俠、何衛東，4個委員李尚福、劉振立、苗華、張生民，加起來7個。這7個人本來應該做5年，那現在做了多少？一個一個倒台。第一個出事的李尚福是國防部長，是這7個人裡頭職務最顯赫的之一。2023年10月，李尚福被免，第2年開除黨籍，開除軍籍。他是習近平上台後親手提拔的国防部長，提上去1年多就掉下來了。第2個苗華幹什麼的？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，簡單說，管全軍政治思想的最高負責人。2025年6月，苗華被免。第3個，這一次量更大。2025年10月，中共軍方在1天之內集體開除了9名上將，9名上將同一天被開除黨籍軍籍。這種事中共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。9名上將裡頭有誰？何衛東，軍委副主席，第2號軍方領導人被開除。何衛東也是習近平親手提拔的。第4，最重磅的是張又俠。2026年1月24日，軍方再次發布通報，這一次落馬的是張又俠。張又俠是誰？軍委第1副主席，軍中頭號實權人物，軍隊事務的實際操盤人就是他。而且張又俠是紅二代，他爸是張宗遜，中共開國上將，軍中根基幾十年。同一天落馬的還有劉振立，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。參謀長是幹什麼的？指揮全軍作戰的最高位置。這種位置上的人同一天雙雙倒台。到這裡你算一下，20大那屆軍委7個人，李尚福、苗華、何衛東、張又俠、劉振立，這7個人裡頭5個出事，有的已經開除黨籍軍籍，有的還在被查，但沒一個還正常坐在位置上了。只剩2個，一個是習近平本人，另一個是張生民。那張生民是誰？張生民長期在火箭軍裡幹。火箭軍是幹什麼的？管中國所有的導彈和核武器。但是張生民在火箭軍裡頭不是带兵打仗的，他是搞紀委的。什麼叫紀委？前面講過，管自己人，查自己人。張生民在軍中幹了一輩子，沒有打過仗，沒有指揮過戰區。他升上來是因為聽話，查自己人，查得好。習近平信他。習近平上台之前，軍委裡面坐的是什麼人？從大軍區總部系統一級一級熬上來的老軍頭，就是手裡真握着兵的那種實權將領，在部隊裡真有根有威望。習近平上台之後，這些人一個一個被換掉，換成誰？像張生民這種聽話的，習近平點頭才上去的。那真到了那一天，習近平沒了，軍隊聽誰的？一個反直覺的事，你以為這是好事？習近平把所有不聽話的軍頭都換掉，軍隊全部是自己人，那軍隊應該始終於習近平，怎麼會出問題？我跟你說，這恰恰是問題最大的地方。因為習近平這10幾年提上來的將領，他們的位置完全靠習近平一個人。習近平活着，他們聽習近平的；習近平要是不在了，他們聽誰的？張生民紀委出身，沒在一線部隊帶過兵，下面戰區司令、集團軍軍長，習近平親手提的，各管各的。這些人互相不熟，互相不服，唯一能讓他們聽同一個人的，就是習近平。習近平不在了，這套指揮鏈當場就斷。軍隊不是不在了，軍隊還在，但沒有頭，這就是最危險的地方。中共這10幾年，軍隊一直是習近平的護盾，這個印象所有人都有。但今天你回過頭看，7個人5個被習近平自己幹掉，能上場的就剩一個紀委文官，這哪是護盾，這是空架子。習近平這10幾年親手把自己的護盾一片一片拆下來了。那真到了那一天，軍隊會站哪一邊？會不會有人趁亂出來掌權？會不會有戰區司令直接聽北京的指揮不動了？
這就是整盤棋最大的不確定。但是有一群人，他們等的就是這個时刻。這群等了10多年的人到底是誰？習近平這10多年得罪的人不是一群人，是4群人。第一群團派，第二群江派，第三群紅二代，第4群地方諸侯。這4股力量，每一群人都有幾十年根基，加起來勢力比習近平身邊那一小撮人大得多。來，一個一個看。團派被壓最慘的一群。什麼叫團派？簡單說，共青團出來的官。共青團是中共的青年組織，很多中共官員年輕時候在共青團幹過，這些人慢慢就形成了一個圈子。團派最大的代表是胡錦濤。胡錦濤是誰？你應該知道，習近平的上一任。胡錦濤幹了10年，交權給習近平的時候，台面上還站着一批團派的大人物，李克強，後來當了總理，汪洋做到政治局常委，胡春華長期被看成下一代的熱門人選，這幾個當年都是響當當的人物。那他們今天呢？李克强2023年10月突然死了，68岁，在上海休息期間突發心臟病去世。官方是這麼說的，外媒後來披露說他當時是在游泳時發病的。汪洋2022年20大退休，從此再沒出現在政壇中心。胡春華2022年20大被踢出政治局，轉去政協當一個沒有實權的副主席，整個團派2年之內全部清空。那這些人死的死，退的退，降級的降級，他們手底下那些地方上的幹部，他們的兄弟、學生、老部下全部還在，只是這10多年他們不敢說話。但是去年開始事情有點不一樣了，胡春華回來了。按照正常情況，他應該安安靜靜熬到退休，但是去年4月份開始，胡春華突然密集露面，主持新疆对口支援會議，主持西藏对口支援會議，出席國際人才大會致辭。更扎眼的是，去年2025年5月底，越南前國家主席陳德良去世，中共要派人去越南使館悼念，派的是誰？胡春華。你聽清楚，代表中方去越南使館悼念一位前國家主席，一個被晾在一邊的政協副主席，能出這個場面，規格已經不低了。這是什麼待遇？這是要重新被啟用的信號。你說這事是誰安排的？是習近平。習近平親手把胡春華踢下去的，他會再親手把胡春華抬上來？不太可能，那只剩一種可能，有人在習近平之外動了胡春華這條線。注意，我說的是動了，不是抬。往哪個方向動，去年還看不清，但到了今年，有意思的事來了。胡春華這個人還在台面上風光露面，可他底下的舊部卻開始一個一個出事，一邊是人露臉，一邊是人落馬，同一條線上2股勁往相反方向拉，這意味着什麼？我後面會講透。你先記住這個怪事。今年2026年，胡春華這條線水下開始波濤洶湧。第二群江派，江澤民那一派。江澤民，中共上任總書記，胡錦濤接的他的班，習近平接的胡的班。退下來之後，手還伸了很久。習近平上台之後，頭一個動的就是江派。周永康，前政治局常委，抓起來無期。徐才厚，前軍委副主席，被查後得了癌症，死在醫院。案子沒來得及審完。郭伯雄，前軍委副主席，抓起來無期。令計劃，前中辦主任，抓起來無期。聽起來江派已經全軍覆沒了，對吧？但是江派從1989年到2012年經營了23年，習近平打的是最上面的那幾個，中層地方上的還有很多人。而且習近平打江派的方式是反腐，反腐這把刀砍下來很痛，被砍的人记仇，被砍的人的兒子记仇，被砍的人的部下记仇，這種仇幾十年都消不了。江派表面上沒了，但底下還有一張大網。習近平活着，這張網不敢動，習近平不在了，這張網馬上就要重新接上。第三群紅二代。什麼叫紅二代？中共開國元勳的子女，元勳就是當年跟着打天下建國的那批大功臣，毛澤東、周恩來、鄧小平、劉少奇，這些開國領袖的孩子就是紅二代。習近平自己就是紅二代，他爸習仲勳當過國務院副總理，是中共開國元老級的人物。那你可能要問，紅二代不都是習近平的自己人嗎？恰恰相反，紅二代裡頭對習近平最不滿的人最多。為什麼？紅二代講江山是我們家共同打下來的，這種想法你品品，意思就是這天下
我們大家應該一起做。但習近平上台之後，搞個人獨裁，不分紅了，不屏障了，不讓別人說話了。紅二代裡頭有一種說法，我們家老爺子當年跟習近平他爸一起扛槍打天下，憑什麼我們這一代要聽他一個人的？這話沒出口，但紅二代圈子裡大家心知肚明。而且習近平這10多年得罪過的紅二代不止1個2個，他動過的人不少都是紅二代的親戚朋友。習近平活着，他們不說話；習近平不在了，紅二代聯手起來對付一個非紅二代的接班人，這種事中共歷史上不止1次發生過。最後一群地方諸侯。什麼叫地方諸侯？中國共有34個省级行政区，包括23個省、5個自治區、4個直轄市、2個特別行政區，每一個有一個省委書記。省委書記說了算的事，你不要小看，管着幾千萬到上億人口，管着幾萬億的財政。廣東省委書記一個人管的錢比好多國家1年的預算都多。這些地方諸侯聽誰的？中央定的政策，他們該執行的得執行，但你要他們真心為習近平賣命，很多人不願意。為什麼？這10多年中央定的事一個比一個不顧地方死活，清零、共同富裕、房地產去金融化，每一件地方上要兜底，地方欠了一屁股債。習近平在台上喊口號，地方上的省委書記一肚子怨氣不敢說出口，但他們一直在看什麼？看風向，中央哪天不穩了，哪天習近平的指揮真的轉不動了，地方上會立刻不一樣。這4群人有什麼共同點？團派、江派、紅二代、地方諸侯，他們不需要贏。什麼意思？他們不需要自己接班，不需要自己當總書記，他們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把習近平的那一小撮親信撕成碎片。蔡奇、王小洪、丁薛祥、王毅、何立峰、李希，只要這6個人裡頭有一個被拽下來，這4群人就會立刻一起撲上去。這種事會發生嗎？我跟你說，已經發生了。一樁剛發生的事，今年2026年4月3號，新華社發了一條短消息，中央政治局委員馬興瑞涉嫌嚴重違紀違法，接受調查。馬興瑞是誰？前新疆黨委書記，政治局委員，習近平親手提拔上來的人，而且不是普通的親信。馬興瑞早年搞軍工，管中國航天的。習近平上台之後，馬興瑞被一路提拔，廣東省委副書記、深圳市委書記、廣東省長、新疆黨委書記，最後政治局委員，典型的習家軍。那這個習家軍怎麼倒了？這次的通報特別短，只有幾十個字，而且裡頭有2個地方很不尋常，沒有同志2個字，也沒提經中央決定。正常辦一個政治局委員，這2樣都得有，這是規矩。2樣一起沒有，極少見。說明什麼？更像是裡頭有別的力量在推，沒完全按正常節奏走。但這一步只能算個信號，還說不上坐實。這是不是過度解讀？單看這一條，確實可能是通報用詞偶爾不規範，也不是沒有過。所以光憑這一條，我不下結論。但是你要是把它和後面那一串事擺在一起看，味道就不一樣了。而且辦它不是一步到位的，早在他出事之前，他的人就已經一個一個被查了。新疆那邊馬興瑞用過的人被查，先動外圍，再動核心，一條線從底下一路往上摸，摸到最後摸到了一個政治局委員頭上。這哪是查幾個小官，這是順着線一直摸到了習家軍的核心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那4群人已經動手了，不是等習近平死了之後，就在習近平眼皮底下，他們已經撕開了第一個口子。講到這兒，想保命的那群人，想報仇的那群人，我都已經說過了。習近平身邊那群人，蔡奇、王小洪、王毅、何立峰、李希、丁薛祥，沒一個跑得掉。但是裡頭有一個人不太一樣。一開始我就說過，有一個人我留到後面講。李強，現在的總理，按理說李強也是習近平的人，浙江出身，當年是習近平的秘書長，一路被習近平帶上來，最後做到總理。根正苗紅的習家軍，那照前面那套邏輯，習近平一倒，他也該跟着倒，對吧？我跟你說，恰恰相反，這6個要倒的人和李強根本不是一類人。蔡奇管的是門，誰能見習近平？王小洪管的是刀，全國的公安。李希管的是另一把刀，抓自己人。這幾個幹的都是得罪人的活，要命的活。習近平一死，第一個被人收拾的
就是這種人。那李強幹的是什麼？管經濟，管政府，管這個國家每天的運轉。他沒抓過誰，也沒整過誰，沒有自己的派系，沒有軍隊，誰都不怕他。他就是一個管家。那你想想，新上來的那群人，不管誰贏，總得有人把這個國家運轉下去吧。而李強沒派系，不搶位子，還熟悉工作。兩派剛打完架，留着他，還順手安撫一下外面看着的那些人。你看，總理還在，國家沒亂。所以真到那一天，那6個人在台上被一個一個拽下去的時候，李強很可能反而留在桌上。但你別誤會，留下來不等於有權，他留下來是當看守，是當過渡，是當一張一切照舊的臉。真正的牌在別人手裡。等哪天那群人裡頭終於分出個高下，冒出一個真正說了算的人，到那時候，李強這種管家該換照樣換。就像當年抓4人幫立了大功的那批人，幾年之後也一個一個被請回了家。所以李強是什麼？他是這場清算裡唯一可能活下來的人，但他活下來的方式是當一個誰都能用也誰都能換的人。你發現沒有？他能留下，恰恰因為他不搶。那反過來，那些想搶的人呢？習近平一死，台上這群人是幾個人誰也不敢讓誰獨大，湊在一起先把局面穩住，還是說亂到最後真有人搶出來把所有人壓下去，又或者誰都壓不住誰，一直亂下去？我跟你說，這3條路每一條中共都走過，到底會走哪一條？下面一條一條給你展現出來。我先把概率告訴你。第一種，集體領導回歸，可能性最大，大概1半。第二種，新強人出現，3成多。第三種，長期不穩定，小概率，但後果最嚴重。我們一種一種結局來講。結局1，集體領導回歸。這種局面是怎麼產生的？習近平一咽氣，誰都輸不起，輸一次就是抄家、坐牢，連累全家。薄熙來、周永康那一串無期擺在眼前，所以第一反應是沒人敢先動。可這詭異的安靜持續不了多久，最等不起的是蔡奇，他清楚，不管誰上來，第一個收拾的都是他。於是他先亮牌，把習近平的機密、很多人的把柄全攥在自己手裡，告訴所有人，動我手上的把柄夠拉1串人陪葬。這一下幾個常委傻眼了，動他被拉下水，不動又睡不着，那只能繞開他，先去拉軍隊。可軍頭不傻，壓對了潑天富貴，壓錯了全家搭進去。他先吊着對方胃口，搞曖昧，但是不真的站隊。這一拖，然後習家軍舊部勢力先慌了，他們頭上貼着習的人晚一步撇清，刀就落在他們自己頭上，於是搶着反水。更要命的是，蔡奇一亮把柄這張牌，等於告訴所有被他捏着把柄的人，這顆雷我真敢按。於是這幫人反被逼成一夥，與其等他一個個收拾，不如合起手先把他做掉。他一死，那些把柄就跟着他一起埋了。蔡奇一倒，我們之前說的被压10幾年的那4群人攻上來，再把剩下5個核心親信一個一個清算掉。然後新的麻煩來了，團派、江派、紅二代，誰也吃不掉誰。軍頭在邊上還是不敢給誰下注，誰想獨大，其他人立刻聯手摁他。僵到最後，大家只能妥協，坐到一張桌上，互相盯着，互相平衡。這就是集體領導。什麼叫集體領導？很簡單，不是一個人說了算了，變成幾個人坐在一起商量着办。這種事中共歷史上發生過。毛澤東死了之後，4人幫被抓，那幾年中共沒有一個絕對的老大，而是華國鋒、葉劍英、鄧小平幾個人互相平衡着治國，直到鄧小平慢慢壓過其他人，才出現新的核心。蘇聯也一樣，斯大林死了，是赫魯曉夫、馬林科夫、莫洛托夫幾個人輪着來，直到1956年赫魯曉夫才壓過去。那這種局面下，黨內會變成什麼樣？第一，常委會重新變成真的常委會，現在習一個人說了算，其他6個常委鼓掌。習不在了，誰都不能獨大，那就只能真開會、真投票、真商量着辦。習上台之前，中共就是這麼運轉的。第二，蔡奇這個小習近平被清算，這個前面說過了，他那套把柄，習近平活着是護身符，習近平一死就成了催命符。新班子要穩，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合夥把他這顆最大的釘子徹底拔掉，不拔誰都睡不着。第三，以前被習打壓的人一個一個重新復出，胡春華回到政治局，團派老人逐步復出，被打的江派、被邊緣化的紅二代部分復活。但是集體領導有一個大問題，它不穩定，只能管一段時間，3年、
5年，最多10年，總會有一個人慢慢壓過其他人，那個人就是下一個獨裁者。中國如此，蘇聯如此，集體領導從來都是過渡，不是終點。老百姓在這種局面下會過得怎麼樣，這就要看新班子怎麼走了。結局2，新強人出現。剛才說集體領導靠的是誰也吃不掉誰，形成一個動態的內部平衡。可萬一有人吃掉了別人，最後一家獨大呢？那在這種局面下，習家軍的核心骨幹成員，也就是蔡奇那幫罪過最大的人會怎麼辦？你可能會想，他們這時候已經走投無路了，為什麼不抱成一團，推一個自己人上去當老大？不但保住了生命和官位，還有以後巨大的利益。我跟你說，這條路看着最美，其實走不通。第一，推誰？蔡奇想上，王小洪服嗎？李希服嗎？這幫人以前個個是老二，大家都是平起平坐，現在你突然說叫我做你小弟，沒有人會服氣。誰當這個頭，誰就第一個被自己人盯上，被自己人先收拾。第二，那幾個老二互相不服，那就推出來一個傀儡老大，受老二們的操縱。但是外人認嗎？前面講過，權力是養出來的，這個人沒養過，沒立過功，沒帶過兵，在所有人眼裡就是習家軍硬塞出來的一個傀儡，一句憑什麼聽他的就給你頂回去了。就算硬推上去，多半也是第二個華國鋒，靠一句話上位，沒根沒底，撐幾年就會被人架空，然後老二們就等着被重新收拾。第三，也是最要命的，他們這麼一抱團，等於擺明告訴全天下，習家軍想保住自己人的江山，那4群等着算賬的人還客氣什麼？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。本來還各顧各的，這下立刻聯手，先把這幫想翻盤的摁下去，再說別的。所以你看，推自己人接習近平班的人，裡外不是人，對內被自己人提防，對外被所有人圍攻，於是誰都不敢當那個出頭的人。這幫人最想走的那條路，恰恰是最走不通的。到最後，他們唯一的活路反而是散伙，各自撇清，各自找下家，換自己一條生路。假如主動向集体領導這群人妥協，到時候那幫人坐下來第一件事還是拿他們祭刀，因為沒有自己人罩着，到時候他們就是案板上最肥的肉。所以一旦有個新強人冒頭，哪怕不是習家軍自己人，但是只要不是以前得罪過的人，而且新强人想延續習一尊路線，对蔡奇这帮人來說，這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。他們會搶着第一個跪，跪得最徹底，把手裡的機密、警衛、人脈，甚至那些賺着的把柄，全當成投名狀，雙手奉獻上去。我有用，留我一命。可你別替他們高興得太早。新強人要立威，最好使的祭旗對象，恰恰就是這幫前朝的紅人。殺幾個罪大惡極的，既立了威，又收買了人心，同時還能平息改革派等勢力的怒火。所以蔡奇他們這一跪，多半也就是多活幾天。那真正能出來當強人的又是誰？還記得那些一直觀望不肯站隊的軍頭嗎？僵局拖得越久，他們越明白一件事，與其等別人贏，自己被動選邊，不如我們自己下場。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，總有幾個膽子最大的帶着兵站出來，喊一句我來穩住局面。這一刻，所有還在找下家的舊部，所有壓不準的人瞬間倒向他。亂局裡，誰手裡有槍又敢用，誰最後就是老大。但你注意，能站出來的絕不會是現在那幾個常委。那7個常委除了習近平，沒有一個是當強人的料。李強聽話型，王滬寧文人，蔡奇頭一個被清算，丁薛祥沒班底，李希反腐工具人，沒有一個壓得住軍隊，也沒有一個壓得住地方。那這個能壓住所有人的強人到底從哪兒來？前面說了，大概率是軍隊裡那個敢帶兵站出來的人。但這裡有個要命的問題，歷史上鄧小平能壓住所有人，靠的是幾十年攒下的軍中威望。可現在的軍委裡早沒有這種人了，那些有威望、有資歷的老帥，習近平親手一個一個換掉了。所以真站出來的，只可能是個沒什麼名氣的戰區司令、集團軍軍長，在亂局裡靠穩住軍心，臨時攢起威望。這種人現在你連名字都叫不出，但亂局一開始，他們就冒出來了。而除了軍隊，還有第二種不大的可能，被壓了10多年的老人，胡春華、汪洋那一圈退休元老，他們自己年紀太大，當不了總書記，但他們能幹一件事，在背後推一個代理人上去。那麼新強人出現，黨內會變成什麼樣？第一年大清洗，蔡奇、王小洪、丁薛祥、王毅、何立峰、李希這6個人1年之內全部出局，可能比毛死後清算4人幫還快。
第二，平反，被習近平整過的人，被關的，被開除黨籍的，被邊緣化的，一部分會被平反。平反就是給當年被整錯的人翻案，恢復名譽，官復原職。但注意，是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為什麼？因為新強人也要立威，得讓所有人怕他，服他，不然鎮不住場子，全平反了，他自己的權威就出不來。第三，新強人自己也要清洗一波。歷史上的強人沒一個例外，上台之後会回頭清洗那些幫他上台但也威脅他的人。毛這樣，鄧這樣，習近平自己也這樣。所以新強人這條路，黨內的血雨腥風會持續好幾年，老百姓的日子怎麼樣，取決於他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。鄧小平那種改革派有一段好日子，習近平 2.0 那種保守派沒什麼變化，該苦還是苦。結局3，長期不穩定。最後一種概率最小，可一旦發生最要命。這種局面是怎麼產生的？很簡單，前面那2條路全堵死了。集體領導想幾個人坐下來一起管，但是大家談不攏，互相不服，而一個新強人想出來壓住場子，又沒人壓得住，這時候那就只剩一個結果，集體領導和新強人互相死死糾纏，誰也不能最後一錘定音，快速穩定局面和人心。這時候你可能會疑惑，有槍的還不能快速收拾幾個文人，局面一直僵持耗着，不至於吧？你要知道，在中國有一條老規矩，叫黨指揮槍，大家都認可，這就是民憤。而一個軍頭就算帶兵衝出來，他馬上就會發現，光有槍沒用，他沒有民憤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簡單理解就是，大部分人心不會向着他們，所以更談不上會幫他們，而且他不會管經濟，不會治理官員，不會讓這個國家照常運轉，所以他離不開那幫會做官、會辦事且有名分的文官。那反過來，那些等着翻身的人呢？被壓下去的老幹部、改革派等勢力，他們會做官，有名分和人脈，玩得轉這套體系，可他們手裡沒兵。毛澤東曾經反覆強調過，槍桿子出政權，你看出來沒有？兩邊都缺少對方的核心籌碼，相互制約，所以兩邊誰也離不開誰。所以真打起來，不是當兵的把文官一腳踢開，而是互相找对象，互相搭夥合作。你出兵，我出人，你保我，我抬你。可壞就壞在，帶兵想出頭的不止一個，想搭夥的文官也不止一群。這個軍頭配上這幫人，那個軍頭又拉走那幫人，搭配出來好幾隊勢力，每一隊都想贏，但是每一隊都不能很快吃掉對方。就像幾桌人打牌，每一桌都湊不齊一手能通殺的牌，可誰也不肯認輸離桌，於是就這麼僵着耗着，誰也定不了最後的輸贏。這時候的中央就這麼一點一點失靈，中央一攤，最先變天的是地方。為什麼是地方？你別忘了，一個省委書記手裡攥着的東西多到嚇人，他管着幾千萬上億的人口，管着一個省的錢袋子，稅收財政都在他手上，還有省裡一大批官的烏紗帽都是他說了算，連省裡的武警政法都歸他這條線管。平時這些權力上面有根繩子拴着，那根繩子就是中央的權威，可中央一攤，這根繩子斷了，那他為什麼敢這麼幹？你以為他想造反？當然不是，他想的跟所有人一樣，核心是保命。中央亂成那樣，誰最後贏還不知道。今天聽了誰的，站錯了隊，明天就可能跟着一起完蛋。那最穩的活法是什麼？誰的命令都先拖着，誰也不得罪。當然還有一筆賬，這10幾年中央定的那些事，比如風控、還債、救樓市、解決就業和民生保障等等，哪一件不是他們地方在兜底，在背鍋？中央在台上喊口號，爛賬全甩給地方。現在中央自己都顧不上了，他第一個念頭就是這些坑我再也不往裡跳了。你們中央內鬥打得多厲害，我們不在乎，我們只在乎我們自己地方人的利益。更現實的是，中央管不住了，那本該上繳的錢，本該聽調的人，先留在我自己手裡，錢和地盤還有人事都攥在自己手上，這是潑天的富貴。將來不管誰贏，我手裡有籌碼，自己這幫人腰桿才硬。想明白這3筆賬，保命、甩鍋、攒本錢，他下面的動作你就全看懂了。一開始他還只是裝糊塗，中央來個命令，該聽的聽，但真要他掏錢、出人出力去辦難事，這個我們得先研究研究。我們省情況特殊，最近實在不方便，先拖着，可一看中央真拿他沒辦法，膽子就大了起來。本該上繳中央的錢，找個名目先留在省裡，中央要調走的幹部和人，
對我有利就先壓着不放。中央點名要查的人，到了我這1畝3分地，自己人查不動，再往後省里的事，省里自己定。中央的紅头文件到了门口就停住了。剛開始上海這麼幹，廣東也這麼幹，後面的很多地方看見沒事也開始模仿。畢竟權力和利益那麼大，有幾個人會不動心？然後越來越多的省，慢慢變成一個針插不進、水潑不進的小王國。這種事有個老名字叫諸侯割據。一個國家名義上還是一個國家，可底下早就是各管各的了。而最危險的是最後一步，軍心散了，哪個戰區聽誰的，哪個集團軍聽誰的，沒有統一指揮。這種狀態，蘇聯1991年發生過，解體前2年，軍隊不知道聽誰的，最後整個國家散了架。中國會不會走到這一步？我跟你說，可能性最低，但最低不等於0。說到這兒，內鬥3種結局我都給大家都展現了出來：集體領導、新強人、長期混亂。3種結局，你信哪一種？但不管信哪一種，你都要注意一件事，這是黨內的格局，老百姓的日子會不會變，經濟會怎麼樣，台海會不會出事，普通人要不要做準備，這些事不是這一集要講的。這一集我只講中共內部，講黨內。講到這兒，這期視頻就聊完了。但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？中共這個黨這麼多年掛在嘴上的永遠是人民2個字，為人民服務，一切為了人民。這句話刷在牆上，印在文件上，寫在各種宣傳標語裡。可你回過頭看這期視頻，一場一場的內鬥，那個人民連一次都沒真正出現過。人民不在桌上，不能開口，人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，看着，看他們上台，看他們鬥，再看他們一個一個倒下，看下一波人接着上來，然後繼續過日子。贏的那一波接着把人民掛在嘴上，輸的那一波進了監獄，而我們從頭到尾只是看客。這就是最讓人發涼的地方。不管是這一波人還是下一波人，不管誰贏誰輸，牆上刷的永遠是為人民服務，而我們永遠是那個被拿來當代價的人。他們鬥的時候，我們是看客；他們贏的時候，我們只能鼓掌；他們闖了禍，我們被迫買單。唯獨做決定的那張桌子，從來沒有我們中國人民的位置。這件事不正常，但更不正常的是，我們早就習慣了，習慣到覺得這一切本來就該這樣。